两位摄影师，一位来自以色列，另一位出生在中国河南。他们都曾跋涉6000余里，拍摄了同一条河流长江。2006年的重庆涪陵，几位穿着泳裤、光着膀子的男子蹲在江边的堤坝上。对于生活在这儿的人来说，夏季的江边是消解暑气最好的去处。300多公里外的奉节，一座造型奇特的塔楼矗立在江畔，因为形似繁体的华字，人们称它为华字塔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三峡移民纪念碑。2009年，伴随着一声爆破的巨响，华字塔化作漫天尘土。这一切都被一位摄影师留在了他的相机中，他叫纳达夫·坎德尔。为什么要来中国拍摄长江？在接受采访时，他这样说道：中国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地方，长江这条非凡的河流远不只是一条水道，它承载着人们的历史和民间传说，这正是我想去拍摄的地方。于是2006年，坎德尔从上海溯源而上，开启了他的长江之旅。旅程始于吴淞口，这里是江水与大海相遇的地方，也是坎德尔的起点。他沿着江边一路前行，记录下那些正在逐渐改变的地方。长兴岛上机器轰鸣，数年之后，这个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小岛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。浦东郊县2栋高大的别墅比邻而建，其中1栋还没有完工。房主人告诉坎德尔，他准备把房子再加盖到6楼，因为他要比邻居多一层。在坎德尔到达的城市中，重庆是他多次驻足的地方。他发现这里的人们以江为乐，他们会在长江边聚会游泳，无论江水有多么浑浊，依旧能够自得其乐。在江边，他眼看着一个男青年直接把摩托车开进浅水里，一边洗车一边洗澡。那天，坎德尔正沿着江边走，一个钢铁厂的烟囱里不断冒出黑烟，天空阴沉的仿佛刚下过一场雨。路过一个高架桥时，5、6个人在江边摆了一张桌子，正有说有笑的野餐。他连忙拿出相机，按下快门。当时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察，发现他们都很快乐。在中国，我很少跟当地人交流，我很需要翻译，但在大部分乡村，翻译没法准确表达出彼此的内容，所以我很难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。坎德尔在工作时很多沟通只能依靠聘请来的司机和向导，但很多向导干了几天便辞职不干了。他们既不理解坎德尔为什么总拍那些不太好看的地方，也承受不了去有些地方时被当地人指责：你们怎么能带这些外国人来拍我们镇上？一位居住在重庆的英国记者建议坎德尔去丰都看一看，在民间传说里，那里是鬼魂居住的都城。赶到丰都的他没有看见什么鬼神，倒是在江边见到一位赤膊老人，坐在一块碎石上，眼睛望向长江对面，那里是高楼林立的新丰都，他的脚下是即将沉入江底的丰都老城。并不只有丰都，三峡工程建设中130多万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故土。坎德尔曾在火车上碰到一个男人，他是一个三峡移民，会说一点英语。得知坎德尔来自英国时，他充满遗憾地说：你们在英格兰可以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，闻到那时的气息，见到昔日的故人，而我或者我的周围没有人可以这样。我的家不在了，我没法再回到我以前出生的地方了。对此，坎德尔感同身受。他出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，2岁时迁往南非，1986年再次移居英国。我很理解那个男人。我对我的故乡没有印象，我也找不到故乡的根基。坎德尔总喜欢把人物放进广阔的环境里，在他看来，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时代洪流之下个体的渺小。当有人问他觉得长江最美的地方在哪里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丽江市石鼓镇，这是一个纯自然的地方。在上海、南京、重庆，我闻到的是城市的气息，但那里我看到了长江、怒江和澜沧江并流的壮观景象。中国人对丽江已经耳熟能详，可石鼓镇却鲜为人知，那里游客很少。2006年到2007年，坎德尔5次来到中国，
从上海的入海口拍到青藏高原的源头。2010年，这组作品结集出版，书名《长江》。在书中，坎德尔这样写道：我一次又一次站在江边，看着江水流过，我常常会想，此刻眼前流过的江水，会不会就是我上一次来到这里时见过的那一片？它流入大海，蒸发成云，又化作雨水落回大地。万物循环，没有什么真正消失。就在坎德尔返回英国不久，摄影师王岩也恰好从伦敦出发，回到中国拍摄属于他的长江。和很多摄影师不同，王岩首先打开的是谷歌地球，沿着江水找到冰川的起点，然后沿着河流每隔100公里做出一个标记。这条全长近6300公里的大河，从源头到入海口被分割成63个坐标，从Y1到Y63。这些标记就是他要拍照的地方。然而，真到拍摄时，才知道这个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。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，地图上的前10个点几乎无人居住，到达那里，与其说是一次旅行，不如说是一次探险。标记为 Y1 的点位，那是河流的源头，海拔5400米。光是到达地图上的这些点，就消耗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。旅程开始的那一段人迹罕至，因为不会藏语，也因为很多地方并不允许陌生人随便出入。在一个小村庄里，村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那里拍照。他们报警之后，王岩和他的伙伴被警察带走，审问了3个小时。高原反应和极端温度总让人措手不及，有些标记好的地方也无法到达。在被一只藏獒咬伤后，他不得不放弃 Y15、Y16 这2个点位的拍摄，在他的系列作品中留出2个空白。在有些地方，因为装错了胶卷，而让照片显示出异常的效果，这也被王岩保留在了自己的作品里。王岩1976年出生于河南，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，他进了一家公立医院担任麻醉师，而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在大学时，他就喜欢上了摄影，还开始了自己的一些创作。2000年之后的某一天，王岩决定从医院辞职，去做自己最喜爱的2件事：摄影和攀岩。后者让他遇到了来自英国的攀岩爱好者尼尔·普雷斯顿。2003年，他们结婚了。在中国生活了2年之后，夫妇2人一同移居英国。从2010到2014，王岩的长江一共拍摄了4年，这些作品在2018年10月出版，名字就叫《母亲河》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王岩说起一个故事。在重庆，他遇到一个捡垃圾的老人。王岩问他东边在哪，老太太回答：江往哪边流，哪边就是东。王岩忽然愣住了，久久不语。长江水绵延万年，从王岩到坎德尔，从河水向东到万物循环，这是2位摄影师眼中的同一条河流。